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厨神的孙子》故事解说。方燕是厨神方寸山的亲孙子，他来到醉香楼做事，并非单纯遵循长辈安排，背后藏着2层缘由：一是爷爷方寸山多年前欠下江家一份人情，需要后辈前来偿还；二是他早已看好江家后辈方燕的厨艺天赋，笃定对方日后能成为顶尖大厨。年少时的方燕还曾和江婉宁拉钩约定，等江婉宁功成名就，自己便来做她的老板娘。这2年时间里，方燕一直默默蛰伏在醉香楼，甘愿做一名不起眼的配菜工。她从未对外宣扬自己的身份，始终悄悄为醉香楼的发展兜底。每天下班后，她都会独自留在后厨，逐一改良店里的菜品，给每一道菜写下详细的改良意见。店里的一锅招牌汤，她前后后反复调试了上百次，只为优化口感，拯救这家日渐衰败、濒临倒闭的酒楼。如今醉香楼敲定的本季度全套菜单，全部出自方燕之手。他还特意让配菜组全员学习这份菜单，既是规整后厨标准，也想让后厨众人看清自身的厨艺短板。一次后厨试菜环节，菜品出锅后出现了火候把控失误的问题，众人第一时间分辨出菜品问题，纷纷指出出错的菜品是苏瑞做的。苏瑞见状立刻出言辩解，声称火候出错的菜品并非自己出品，口感更佳，火候精准的那道才是自己的作品，还借机展现自己的厨艺功底，坦言扎实的基本功远比花哨的烹饪技巧更加重要。就在众人默认菜品出自苏瑞之手时，方燕主动开口告知江总江婉宁，这几道合格的菜品其实都是自己制作的。这番说辞立刻引来苏瑞的不屑与嘲讽。苏瑞认为方燕只是一名普通的配菜工，日常只负责切配食材，根本没有掌勺做菜的能力，能偶尔触碰灶台已是魄力，根本不可能做出水准出众的菜品。他直言方燕是得寸进尺，给脸不要脸，劝方燕他是练好刀工，否则连站在这里发言的资格都没有。一旁的江婉宁听到争执，下意识偏向了苏瑞，他不满方燕当众争执，还呵斥方燕直呼自己小名的行为。面对2人的争执，江婉宁明确表态，自己更信任身为行政总厨的苏瑞，而非只是配菜工的方燕。方燕不甘心的辩解，自己的厨艺并不差，多年来一直在默默打磨手艺。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江婉宁厉声打断。江婉宁指责方燕做菜出错不肯认错，还无端污蔑苏瑞，直言若是没有苏瑞坐镇后厨改良菜品，醉香楼早就倒闭了。他还告诫方燕不要仗着自家爷爷的情面，就在酒楼里肆意妄为。方燕满心委屈，试图让在场的其他后厨人员作证，证明店内诸多优质菜品都是自己改良制作的。后厨众人也纷纷开口证实，口碑极佳的狮子头等菜品均出自方燕之手，并非苏瑞所做。即便众人作证，苏瑞依旧不肯承认。他笃定一名普通配菜工不可能做出顶级水准的菜品，一口咬定火候出错的菜品才是方燕的真实水平。受了委屈的方燕不愿再多争辩，只是轻声安抚江婉宁，让他不必因为自己的事情损伤和方家爷爷的情谊。他不想让江婉宁陷入两难的境地，可这份退让并没有换来理解，江婉宁反而更加恼怒，直接放出狠话，若是方燕不愿继续干活，就可以直接离开，直言醉香楼容纳不下他这尊大佛。就在2人僵持之际，方燕的爷爷方寸山打来电话，询问方燕在醉香楼的近况，还特意叮嘱江婉宁试新菜时要让方燕上灶实操，不要埋没她的天赋。江婉宁对着电话假意应下，谎称已经给方燕安排了行政总厨的岗位，薪资待遇优厚，让老人家放心。挂断电话后，江婉宁满心抱怨，吐槽爷爷年纪糊涂，仅仅因为几10年前的人情和一纸儿时定下的娃娃亲，就强行把他眼中毫无用处的方燕塞到自己身边。在江婉宁心里，方燕能力平庸，就连每月2000多的工资都配不上，只是看在长辈的情分上，才勉强容忍他留在酒楼做工。经历这场争执，后厨的食菜工作继续进行。江婉宁当众夸赞苏瑞制作的狮子头口感绝佳，让众人继续跟进后续菜品试做，随后便遣散了后厨众人。他着重叮嘱方燕，4日酒楼有一场至关重要的私宴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，要求方燕将冷库内的所有冻肉重新分类整理，摆放整齐。方燕连忙解释，冷库的食材前2天才刚刚细致整理过，无需重复劳作。这番辩解却引来江婉宁的不满，他斥责方燕只是一名配菜工，交代的简单工作不该过多推脱，废话连篇。不久后，方燕再次接到爷爷的电话，爷爷贴心询问他在醉香楼是否受了委屈，怀疑江婉宁待他不好。方燕不愿让爷爷忧心，谎称自己在酒楼一切安好，担任总厨工作十分顺利。爷爷随即坦言，方家欠江家的人情早已还清，剩下的娃娃亲无需勉强。若是方燕在江家待得不舒服，随时可以解除婚约，不必委屈自己。但方燕心怀大义，不愿损毁爷爷的名声，坚定表示自己会好好坚持，
不会让爷爷受人非议。爷爷心疼地叮嘱他，相比于名声，他的平安快乐才是最重要的。随后便让他早点休息。次日，醉香楼迎来海城顶级石材供应商周明远的私人宴席。这场宴席关乎醉香楼的生死存亡。周明远手握海城顶级石材的供货渠道，石材价格也由他把控。只要能让他满意，醉香楼就能拿到顶级石材，享受最低供货价，彻底解决石材供应链的核心问题。因此，江婉宁高度重视这场宴席，要求所有后厨人员拿出最佳手艺，全力以赴筹备菜品。后厨众人纷纷议论，听闻行政总厨苏芮是厨神方寸山的真传弟子，个个心生敬佩，感慨厨神弟子向来稀少，苏芮却深藏不露。唯独方燕满心疑惑，他身为方寸山的亲孙子，从未听过爷爷有苏芮这位流落在外的真传弟子。众人还发现了苏芮手中的祖传菜刀，纷纷赞叹这是方老爷子的传家刀具。苏芮也顺势默认了自己的身份，对外宣称自己不愿依靠师门名气，只想凭借自身手艺立足。众人不禁感慨，醉香楼有幸挖到顶尖人才，多亏苏芮支撑，酒楼才能屹立不倒。江婉宁当众敲定，由苏芮全权掌勺本次私宴。只因周明远遍尝全国美食，也曾多次吃过方寸山的招牌菜品，熟知方家正宗厨艺。只有身为真传弟子的苏芮，才能做出让周明远满意的菜品。方燕见状，主动提醒江婉宁，自己前一晚特意根据本次私宴的菜单，调配了专属酱料，存放在冷柜最下层。这批酱料对火候和烹饪方式要求极高，若是把控不当，会直接影响菜品口感。方燕的善意提醒，却引来江婉宁的严厉斥责。江婉宁认为方燕逾越本分，只是一名配菜工，不该擅自触碰私宴食材，私自调配酱料，更不该随意指点掌勺的苏芮。他当众数落方燕，除了依靠长辈情面在酒楼混日子，毫无真本事。随即下令让人把冷柜中方燕调配的所有酱料全部扔掉，彻底杜绝所谓的食材隐患。一切筹备妥当后，江婉宁热情迎接周明远，向他极力推荐苏芮，着重介绍苏芮是厨神方寸山的真传弟子。本次宴席所有菜品均为苏芮亲手制作，让周明远静心品尝。周明远听闻十分期待，坦言自己多年未曾品尝方老爷子的手艺，心中满是怀念。苏芮随即呈上自己制作的压轴菜品，也就是方寸山老爷子的经典成名菜品。可周明远品尝过后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直言这桌菜品品质平庸，热菜火候把控参差不齐，卤菜酱汁发苦，口感极差，根本配不上顶级食材的品质，更是辜负了厨神亲传的名头。他质疑江婉宁轻视自己，随意敷衍这场私宴。江婉宁见状惊慌不已，连忙向周明远道歉，承诺立刻查清问题，给出交代。事后他当即质问苏芮为何手艺失常，菜品翻车。苏芮满心疑惑，坦言自己全程都是按照方燕2年来留下的改良笔记和烹饪意见操作，从未出错，笃定是方燕怀恨在心，记恨自己被扔了酱料，故意暗中动手脚报复，破坏本次私宴的菜品。江婉宁当即认定是方燕蓄意捣乱，愤怒地质问方燕是不是因为酱料被扔，故意针对苏芮报复酒楼。方燕冷静澄清事实，表明自己全程没有触碰任何宴席食材和菜品，所有酱料、烹饪流程都是苏芮一人负责，菜品出错的责任根本不在自己身上。可江婉宁早已先入为主，根本不信方燕的辩解。苏芮也在一旁添油加醋，声称昨晚方燕是最晚下班的人，只有他有机会动手脚，笃定菜品问题是方燕导致。面对所有人的质疑和污蔑，方燕心知再多辩解也无济于事，满心无奈与失望。江婉宁见状，勒令方燕立刻想办法补救菜品，挽救这场宴席。他还提醒方燕，身为自己的未婚夫，若是宴席彻底搞砸，酒楼受损，他也无法独善其身。走投无路的方燕最终决定出手补救，亲自熬制了一锅高汤。周明远品尝到这锅高汤后，瞬间改观，直言这锅汤百味沉淀，清冽醇厚，有着方寸山老爷子的手艺精髓，足足有80%真传水准。江婉宁连忙顺势介绍，这依旧是苏芮的拿手菜品，夸赞苏芮是后厨的定海神针。周明远并未轻信，明确表示想要亲自面见熬制高汤的师傅。苏芮见状，立刻上前冒领功劳，拿出随身携带的菜刀，声称自己就是方寸山的真传弟子，手中刀具是方老爷子亲手雕刻赠予。可周明远深耕食材行业数十年，见识广博，一眼就识破了谎言。他指出，方寸山给亲传弟子刻刀有专属规矩，左手歪字，刻字向内，是正经门徒的标识。而苏芮的刀具刻字朝外，工整右手，只是对外伪装的样式，是随处可见的仿制品，根本不是方家传世刀具。当众被揭穿的苏芮颜面尽失，内心慌乱不已。周明远不再理会弄虚作假的苏芮，转头质问江婉宁刻意隐瞒真正的厨艺高手，执意包庇骗子。
江婉宁依旧一头雾水，不知周明远所言何意。周明远不再多言，亲自走进后厨寻找熬汤的师傅。此时的方燕早已心生退意，2年的隐忍付出，日复一日的默默兜底，换来的只有无尽的误解、欺凌与构陷。他再也撑不住，只想离开醉香楼。周明远在后厨看到方燕，注意到他手中常用的刀具，一眼便看出端倪。这把刀具看似普通，却被养护得极好，使用痕迹厚重，绝非短期使用的物件。周明远当即让方燕持刀式切食材，仅仅几刀落下，精湛的功底便展露无遗，绝非普通配菜工2年能练就的水平。这一刻，周明远终于确定，方燕才是真正的方家传人，厨神方寸山的嫡系后人。他转头怒斥一旁的江婉宁，指责他识人不清，本末倒置，将真正的厨神真传之人埋没在配菜台做杂活，却把拿着假刀具、弄虚作假的佣人捧为行政总厨，直言自己算是见识了江婉宁的眼力。周明远当众揭穿苏瑞的骗局，表明自己早已看穿苏瑞的假刀具和拙劣手艺，直言醉香楼放着真佛不用，供奉假佛，彻底辜负了顶级食材的品质。他当场宣布终止与醉香楼的所有食材合作，不再与眼光浅薄、用人不当的醉香楼共事。同时，他十分惜才，主动向方燕抛出橄榄枝，承诺若是方燕日后独自开店创业，自己会全权负责铺面、食材、渠道，为他兜底所有资源。周明远带人愤然离开后，江婉宁彻底慌了。酒楼失去顶级食材供应商，基本等同于断送了高端宴席的出路。他立刻转头指责方燕，甚至放下身段，以婚约和酒楼股份为筹码，让方燕出面挽回周明远，恳求周明远继续合作。方燕早已心灰意冷，当众提出解除与江婉宁的婚约，表示会亲自和长辈解释清楚。他的决绝彻底激怒了众人。苏瑞率先发难，污蔑方燕是偷盗自己刀具的小偷，认为方燕是嫉妒自己的地位和名气，故意捣乱毁了宴席，毁掉酒楼。江婉宁也被情绪裹挟，不信方燕的为人，按照后厨规矩，以私拿贵重物品为由，下令扣除方燕全部工资，将其停职，逼迫方燕归还刀具，否则直接将他开除。方燕对此嗤之以鼻，直言醉香楼众人根本不配拥有方家传世刀具，他早已彻底厌倦这里的尔虞我诈与颠倒黑白。苏瑞见方燕态度强硬，内心愤恨不已，暗自盘算，只要留住这把刀具，吃透方燕留下的改良菜谱，自己就能成为名正言顺的厨神传人，坐稳行政总厨的位置。他认为今日的所有变故都是方燕刻意捣乱导致。面对众人的指责与污蔑，方燕终于细数自己2年来的所有付出。他坦言自己2年间每天凌晨4点最先到后厨，深夜最后一个离开。酒楼每一次菜品翻车、口碑危机，都是他默默出手救场补救。去年品鉴会上大受好评的桂花糖藕，被江婉宁大肆夸赞为苏瑞的得意之作，实则出自方燕之手。3个月前，江婉宁感冒，后厨精心熬制的养生药膳粥，也是方燕动用祖传配方制作。彼时苏瑞全程请假，根本没有参与。方燕字字句句都是实情，在场众人内心都心生动摇。可江婉宁依旧偏袒苏瑞，认为方燕空口无凭，是极度作祟，颠倒黑白。他怒斥方燕忘恩负义，没有醉香楼的收留，方燕根本无处立足，劝方燕放下执念，归还刀具，既往不咎，依旧让他留在酒楼做配菜工。方燕彻底斩断所有念想，当众宣布与江婉宁的婚约彻底作废，坦言这2年的隐忍付出，就当是替方家偿还江家的人情，从此两不相欠。这番话彻底激怒了江婉宁，他满心鄙夷地嘲讽方燕，认为他只是一个出身农村的穷小子，拿着2000多的工资，根本没有资格主动解除婚约，强硬要求方燕留下刀具，否则绝不允许他走出酒楼。僵持之下，苏瑞上前抢夺刀具，拉扯间狠狠将方家传世菜刀摔在地上，传承4代，历经8年的方家宝刀当场断裂损毁。方燕看着断裂的家传宝刀，满心悲凉，感慨自己识人不清，错付真心，好好的传世宝物最终毁在了醉香楼。一旁的众人依旧不知悔改，甚至扬言就算卖掉醉香楼，也赔付不起这把刀的价值，依旧将所有过错归咎于方燕。就在局面彻底失控之际，方燕的爷爷方寸山匆匆赶到醉香楼，老人家进门不问缘由，当即呵斥江婉宁，勒令他立刻下跪认错。江婉宁满心委屈，拒不服从，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。方寸山随即当众揭开所有真相，道出30年前自己的确受过江家恩惠，助力醉香楼起家，也因此定下后备婚约，但方家的人情早已尽数还清。方燕念及婚约情分，甘愿隐忍2年，默默为醉香楼兜底，改良所有菜品，挽救酒楼危机，日复一日辛苦付出，从未张扬半分身份。
可江婉宁却将堂堂厨神嫡孙当成普通配菜工，肆意欺凌，百般折辱。真相大白后，方寸山狠狠斥责江婉宁识人不清，辜负真心，又厉声训斥一旁插嘴狡辩的苏瑞，怒斥他弄虚作假，偷鸡摸狗，冒名顶替。随后，方寸山当众下达裁决，封杀苏瑞，禁止他踏入海城餐饮行业半步。海城所有餐饮从业者不得录用苏瑞，违者便是与江家作对。江婉宁见爷爷动了真怒，主动提出赔偿，愿意将醉香楼30%股份转给方燕，弥补他宝刀被毁、受辱2年的损失。方燕淡然拒绝了所有赔偿，坦言断裂的宝刀可以重铸，但破碎的情谊、辜负的真心再也无法弥补。他彻底看清江婉宁的为人，认定他根本配不上这段婚约，再次重申两人从此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即便方燕大度放手，江婉宁依旧毫无悔意，嘴硬的放话让方燕离开就永远不要回来，扬言醉香楼根本不稀罕他。方寸山看着执迷不悟的江婉宁，无奈叹气，让他好自为之，日后不要为自己的选择后悔。方燕离开后，江婉宁和苏瑞依旧不知悔改，互相宽慰，将所有过错归咎于方燕，认为是方燕心胸狭隘，蓄意报复。苏瑞更是暗自窃喜，方燕一走，留下的所有改良菜谱、烹饪笔记都归自己所有，醉香楼的话语权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自己再也无需忌惮任何人。与此同时，周明远全力扶持方燕创业，不仅派出海城顶级装修团队，耗时3天为方燕翻新门店，还将自己珍藏的顶级食材尽数赠与方燕，包括几十万一斤的金钱闽鱼胶、顶级金华火腿、松茸、藏红花，以及有钱难买的10斤野生大黄鱼等稀缺食材。周明远主动提出全权承包方燕新店的所有食材供应，只收取成本价，还承诺每日为他预留专属席位，全力助力方燕立足餐饮行业。新店筹备食材期间，醉香楼再次陷入危机。失去周明远的顶级食材供应后，苏瑞为节省成本，私自更换了低端食材供应商，采购的食材品质参差不齐，新鲜度极差。面对顾客的用餐投诉，有食客带着孩子前来就餐，点了招牌清蒸鲈鱼，食用后发现鱼肉不新鲜，腥味浓重，口感极差，孩子食用后身体出现不适。顾客满心愤怒，当场怒斥醉香楼是黑心酒楼，收费高昂却品质低劣，口感远不如路边小摊，直言要将此事曝光到网上，让大众评判对错。江婉宁无奈之下只能全额免单，承担所有医药费和赔偿金，尽力平息事态。但醉香楼的口碑还是一落千丈。事发之后，有食客偶然发现身家亿万、口味刁钻的周明远，竟然经常光顾一家老城区的普通小店，店内菜品香气浓郁，口感绝佳，手艺远超醉香楼。众人纷纷探店打卡，称赞这家小店是宝藏店铺，老板手艺堪称顶级。很快有人认出小店老板就是被醉香楼开除的方燕，网络上瞬间涌现大量抹黑方燕的帖子，造谣他是海城餐饮圈的骗子，冒充厨神孙子，骗婚骗财，还偷盗酒楼物品被开除，甚至配上不实照片大肆传播，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不敢前往方燕的小店就餐。身边人劝说方燕花钱删除网络负面帖子，平息舆论争议，方燕却十分淡然。他认为流言蜚语终究是虚的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无法左右他人言论，只要自己手握真手艺，菜品品质过硬，菜香不怕巷子深，时间终将证明一切。为验证网络传言真假，一名知名美食博主专程来到方燕的小店探店，想要亲自一试菜品，揭穿谣言。就在探店过程中，周明远恰好现身小店，当众以自己和名下所有企业的信誉为方燕担保，证实方燕是货真价实的厨神真传弟子，彻底击碎网络谣言。美食博主亲自品尝菜品后，也公开为方燕证明。即便舆论开始反转，苏瑞依旧不肯醒悟，始终认为是方燕刻意造势，花钱雇佣博主洗白自己，笃定周明远是蓄意针对醉香楼，刻意安插棋子搞垮江家产业。他凭借方燕留下的笔记反复复刻菜品，却始终无法还原极致口感，只能自我安慰是食客味觉不灵敏，无法吃出细微差别。此时的醉香楼即将承接市级重要宴席，市长将亲临就餐，若是圆满完成，醉香楼便能拿下后续所有市级接待订单，彻底翻身。苏瑞为顺利拿下宴席，稳住地位，刻意忽略食材品质的瑕疵，只注重菜品摆盘外观，自认为高端宴席宾客不会深究菜品细节，足以蒙混过关。江婉宁也彻底放下顾虑，坚信苏瑞的能力，认为更换低价供应商是明智之举，成功降低了酒楼运营成本，满心期待靠着这场市级宴席彻底翻盘。宴席当天，退休的陈老也受邀到场，
他30年前曾吃过老牌醉香楼的菜品，对当年的味道记忆犹新。可品尝完当下醉香楼的菜品后，陈老只留下一句物是人非，满心遗憾。昔日的绝佳风味早已不复存在。